父亲最后的礼物。父亲是位古董收藏家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家里的收藏品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。父亲去世前，他把家里的收藏全都变卖了，他要将遗产留给我和妹妹，只留下了2块古董表，一只给我，一只留给妹妹。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。2只表的样式看起来没什么不同，但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那只表价值更高，这就是父亲的小心思。从小父亲就比较宠我，可能因为我是家里第1个孩子，但我认为更大的原因是我能力普通，没有妹妹表现的优秀。妹妹从小就好胜心强，在校成绩名列前茅，后来考上知名学府，在职场上表现突出，很快就自己出来创业，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。我从小在学校就成绩普通，没考上理想大学，毕业后很快就嫁人生子。后来婚姻失败，我和丈夫离婚，独自带着孩子。我在职场上表现得也很普通，每天过着朝9晚5的忙碌单亲妈妈生活。妹妹从小就经常受到外界给予的肯定，以及周遭大人的表扬及喜爱。父亲则是从小就会把比较好的东西偷偷给我，虽然像是一种补偿，但我还是感受到满满的父爱。有时候我会觉得妹妹的努力，像是在向父亲证明她的优秀，以用于换取等价的爱。这让我从小对妹妹感到一丝亏欠。父亲在去世前和我讨论遗产分配，我把我内心的话告诉了父亲，希望妹妹也能得到公平的分配。父亲去世后把房子留给我，这对一位单亲妈妈来说比较合适，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。把全部古董变卖后，几乎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妹妹，对创业的妹妹也比较合适。爸爸遗属分得很公平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办完丧事后，我找妹妹来帮忙收拾房子，爸爸留下了一些西装还有领带，看妹夫有没有合适的，毕竟爸爸对物品都很讲究。妹妹在衣柜里找到了一只旧皮箱，她搬到我面前放了下来。她看我的眼神复杂，有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。她欲言又止地说：“爸爸有整整1箱的画。”父亲收藏不少名画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父亲会挂起来装饰供大家欣赏，从没听说过私藏的物品。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这箱画？古董不是全都变卖了吗？妹妹的声音充满怨气，似乎认为我知情这件事。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爸也没和我说过。妹妹反复翻着箱子里的画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也没说过一句话。房间里安静的仿佛令人窒息，因为父亲在遗嘱中白纸黑字写着，屋里剩的物品也归我。手机铃声划破了沉重的寂静，妹妹到外头接听电话。我远远看着讲电话的妹妹，她的表情和口气都很哀伤，似乎这件事伤了她的心。妹妹说了公司有事便离开了，她并没有拿走父亲的任何物品。
我感到很难过内疚，怨父亲为什么留下这箱画，伤了我们俩的感情。我暗自决定将画分一半给妹妹。到了晚上，门铃响起，是妹妹和一位陌生男子站在门口。我正准备请妹妹进屋和她说我的想法，妹妹便急迫地开口说：我觉得爸爸很不公平，从小就如此，我真的忍了很多年。我看着妹妹，无言以对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她接着说：画我要分一半。虽然我早有打算，但是从妹妹的口中说出来，还是让我觉得特别难过。妹妹接着说：这是我请来的律师，律师建议我们先把箱子贴上封条，由他带回保管，责任拿去给鉴定师估价。我被妹妹如此周详且迅速的办事效率震惊。她和律师忙着清点画作，填写文件，用印盖章。我什么都不懂，默默在一旁看着，仿佛局外人。我此生第一次感到妹妹很陌生，或许这就是妹妹从小比我优秀的主因，做起事来一丝不苟。完事后，我想着终于结束了，正准备喘一口气，妹妹丝毫不带情绪地对我说：姐，我可以再看一下屋子吗？我怕爸还有遗漏的古董。我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说：好。难过的不是要被分掉一半的画，而是妹妹对我的不信任。好像我们30多年的情感就被一只皮箱轻易粉碎。他们搜遍了全家的各个角落，像是警方在命案现场办案，生怕错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但是没有再找到任何值钱物品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漫长的一夜。之后几天，妹妹给我打的电话全是商量鉴定画的事，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画来维系了。周末，我和妹妹一同到了爸爸老友古画鉴定师陈叔的工作室。陈叔看到我们姐妹很开心，开始和我们话家常，但他随后就感受到我们姐妹气氛不对，收起了笑容，严肃地开始鉴定工作。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，我和妹妹几乎没说话。爸爸要是现在看着一切，估计宁可把画烧了，也不希望我们姐妹走到如此地步。片刻，陈叔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，让我们把画收起来。妹妹期待的眼神望着陈叔，小心地问：陈叔，能不能麻烦您大致说说每张画的市场价值？陈叔点点头，喝了一口茶水，皱着眉头说：这些画是临摹品，没有任何市场价值。我想是你爸原本想收藏这些画的真迹，但是没有机会收藏，就请人临摹，过过干瘾吧。妹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失望又不死心地说：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则是顿时感到莫名的欣慰，原来父亲并没有偏心，也证明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。妹妹气急败坏地将画收进箱子里。我要找其他人再鉴定一次。小妹，你是有困难吗？上个月不是才鉴定过手表的价值吗？我这时候才发现，爸爸留给妹妹的古董表已经不在妹妹手腕上了。妹妹没说话，拿着皮箱就匆促离开了。
留下一脸惊愕的我。到了傍晚，我去了妹妹家。妹妹脸上略显疲态，看不出昔日的光彩，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我还没找到鉴定师，等我找到再通知你。你先回去吧。”我不是为了画的事来找你，我是有东西要给你，这箱你收下吧。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不知道够不够，希望能帮上你们公司度过困难。姐，难道你……妹妹激动地抓着我的手臂，大喊着：“那只手表是爸最后的礼物啊！傻妹妹，你应该先卖掉我这只表，我这只表比较值钱啊！”妹妹紧抓着我的手腕，似乎想对我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姐，我……妹妹语气哽咽，边哭边喊着对不起。我们拥抱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。当下我才领悟，父亲留下的手表并不是最后的礼物，那箱毫无价值的画才是。因为此时此刻，才是父亲留给我们姐妹俩最后且最珍贵的礼物。